从小成名的杨紫，从高星起家，一路坎坷，如今凭借演技逆风翻盘。杨紫当初为什么不参加《家有儿女3》？真的被宁丹琳排挤了。电视剧《家有儿女》系列陪伴了无数人的青春，但青春总是有遗憾。2007年《家有儿女3》开播，让人意外的是，夏雪的扮演者不是观众熟知的杨紫，而是宁丹琳。女大18虽然变了，但是变成了让人难以接受另一个人。没有了杨紫的夏家，人们总有一种说不出的尴尬。《家有儿女3》的收视率难免下滑，第4部只拍了67集就草草收场，最后几位主演都跑了。后来，杨紫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自己本来有一个女1号的角色，但就在开机的前一天晚上，副导演说投资人的女儿看中了女1号这个角色，并让杨紫马溜出去收拾东西离开。就这样，半夜1时2点，杨紫和妈妈离开剧组，提着一个大包一个小包。因为杨紫没有说剧名，所以很多人会觉得说被抢的杨紫是《家有儿女》第3部的夏雪，而带钱进组把她挤出去的人是宁丹琳。但事实并非如此，这部剧最终杨紫的嘴巴并没有放出。成名后，杨紫也表示自己之所以没有继续演夏雪，完全是因为父母想让她完成她的学习并考上一所好高中，于是他为她谢绝了邀请。得知此事后，她哭了，因为不能和张一山等朋友一起出演。如今投身娱乐圈的杨紫，早就抹平了缺席《家有儿女》的遗憾，但宁丹琳却摆脱不了带资入团的标签。2016年，心怀愧疚的杨紫为了帮助宁丹琳，也为了辟谣，和她一起出演电视剧《大婚时尚》。可惜这部电视剧没有多少热度，所以效果是最小。杨紫在这件事情的处理上也是仁慈大义，之后两人都没有再提起这件事。毕竟杨紫的名气也是靠自己一步步打出来的。别看她现在已经是娱乐圈的顶尖高手，高中毕业的时候她想复出，差点因为一份合同而面临无戏可言的境遇。你可能很难想象，如今被很多人称为王福祥的杨紫，差点陷入绯闻，毁了自己的星途。2007年，杨紫拒绝出演《家有儿女3》，虽然她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安心学习，考上了好高中，但同时也失去了固定资源有孩子的家庭。所以高中毕业后，即使父母有意让她接任，她也在演艺圈苦苦挣扎。这时，另一个杨紫盯着她看，而那个时候，这个和杨紫同名的男演员，刚刚和黄圣依演完《天仙配》，刚刚在娱乐圈崭露头角。可能是他看到了杨紫的潜力，也可能是他另有打算。33岁的杨紫不遗余力地拿下16岁的杨紫，甚至花了几千块钱为杨紫举办了一个骄傲的生日会，还用了一条钻石项链作为礼物。如此难得的机会，让杨紫的父母感动，想也没想就和他名下的公司签了合同。签完合同后，杨紫并没有得到拍摄的机会，反而被带去参加各种活动。正好杨紫和黄圣依分手了，关于杨紫的传闻也浮出水面。杨紫的父母回到薇身边，很快就选择了解约，双方都因为这件事脸红了，最后告上了法庭。进公司之后，杨紫的演艺之路更加艰难了几分。无奈之下，杨紫父亲选择给宋丹丹打电话求助，而宋丹丹当时的心思全是怎么夸红儿子巴图，哪里去了她有时间去管杨紫的假女儿。接到电话后，她直接来了一句：“她不够漂亮，不能当演员。”宋丹丹可能没有想到，那个当时断言没有星途的女孩，现在有无数种可能。而在面对国内顶级娱乐公司时，她也可以毫不犹豫地解约，说一句感谢的话，轻轻陪着她。杨紫带邓伦成相蜜，顶流再次穿越电影《心爱的人》，让一直红不起来的李现一炮而红，从此她有了好老公的光环。但这与他共事6年的公司，实力有目共睹的欢瑞，让杨幂一炮而红的公司，让李易峰成名的公司，以及杨洋洋的版本无关。出自《坟墓笔记》。而这些丰厚的资金却从来没有落到杨紫的腿上，她就像一个被父母抚养长大的小女儿，没有受到太多的关注。资源少的青云志不仅没有让杨紫成为国民偶像，还招来不少的鄙视。天眉白蛇没有热度，更何况后来直接下架了。而让杨紫火起来的几部剧，几乎都是杨紫自己找来的资源。无奈之下，他只好和杨紫做交易，
承诺不强迫他出演公司的作品，不让他引进新人。公司年报显示，仅杨紫就占公司营收的1/5。可惜最后环瑞太贪心了，不恰当地蹭了蹭杨紫的鼻子，把一些他们从来没听说过的作品挂在杨紫的名下进行预宣传，结果杨紫却不见踪影。发布时间，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事情，不仅让剧方被骂，就连杨紫的名声也受到了一定的影响。后来沉香如粉选角的突然变化，让杨紫忍无可忍，选择了解约。杨紫以她能挣脱束缚、出类拔萃的能力，凭借自己所获得的资源，应该可以走得更远。02演员休息时在片场做什么？第一个我忍的了，这个杨紫我笑了一整天。演员之所以是一份很让人羡慕的工作，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收入很高。经常在网上看到这样的新闻，就是有很多鲜肉片片酬竟然上亿，真的太赚钱了。虽然这份工作可以赚很多钱，但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么容易，尤其是拍那些需要特定场景的经典电影和电视剧。早些年进剧组拍一场戏是几个月，对于那些演员来说真的很辛苦，很少有时间休息。我们也喜欢在看剧的时候点开剧组的拍摄花絮，其中还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东西。电视剧《西游记》真的很经典，8至6版的《西游记》电视剧是经典中的经典，是很多人的童年回忆，老少皆宜。这部剧虽然已经流传很久了，但是在很多电视频道上还是轮播，可见它的影响力有多大。拍戏的时候，很多演员都和普通人一样，而戏里的唐僧是成道的和尚，是持经救世的和尚。理论上是不应该抽烟的，因为抽烟有害健康。但是片场休息的时候，和尚也在肆无忌惮地抽着烟，看起来像个老烟民，充满乐趣，看起来也很搞笑可爱。有很多网友说，简直有种穿越的感觉。《还珠格格》也是一部很火的电视剧，很多年前每天坐着看《还珠格格》是最幸福的事。看到这部电视剧的拍摄花絮，也是让人有种感觉再次旅行。我们都知道这部剧中有很多骑马的镜头，在草原上骑马，这样的场景真的很壮观。张铁林在这部剧的拍摄中，还有一段跟着太监和宫女骑马的视频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奔腾的骏马被飞驰的摩托车所取代，有点意外。也是诸葛哥剧中也是如此。我们都知道剧中琪儿和太后的关系真的很融洽，琪儿格格简直就是太后的甜美小棉袄。皇帝和皇太后都是需要注意形象的人，围着军绿色的大衣站在一起，围着围巾，戴着帽子坐着聊天。这就是演员片场的真实生活写照，感觉他们3个正在唠家常。大家觉得当时他们说的是什么事情呢？应该是一些跟电视剧相关的吧。在热播电视剧《香蜜沉沉烬如霜》之中，也是有一些非常搞笑的花絮，就是主角杨紫在休息的空隙开始研究起了节目组的道具，但是也发生了一些意外，就是在电视剧之中的神器竟然被杨紫在现实生活之中给弄断了，看起来也是非常的尴尬。杨紫也是非常的猛，仿佛在求饶，这不关我的事，不要怪我。看样子也是十分的呆萌可爱了。片场的之前拍摄花絮，可以说真正的揭露了演员在拍戏时候的真实状态。这样的花絮播放之后，能够让网友们更加清楚地知道演员是如何拍戏的，能够拉近网友跟演员之间的距离，能够激发网友的讨论，一定程度上增加电视剧的热度。